女孩震惊地发现，母亲竟和自己的男友搞在了一起。She's my mom. She's hot. How can you do? 说完便掩面而去。随后警察就将俩人带回了派出所。可醉醺醺的男孩永强竟不以为意，他声称3个月前我就满17岁了，不算未成年人。但警察提醒他，只要在17岁前和女人发生关系，那就是法定强奸。谁知永强竟乐了，表示是我主动要的，不算强奸。于是警察接着问你俩哪天开始的？心虚的永强当即表示是17岁生日那天。这一听就是假的。随后警察又问那天你是不是也喝醉了？结果永强一下就沉默了，因为未成年人喝酒是违法的。而更严重的是，前几天他们聚会偷喝酒，有一个女生喝得人事不省后，被他们随意丢在了床上，不料女孩就这么去了异世界。因此警察正在全力侦查到底是谁提供的酒水，而那个人就是凶手。可永强仍是装糊涂不说，即使会因此坐牢也不吐露半点，这让在外面监听的检察官也一时没了办法。不过好在大队长聪明绝顶，提议查一查永强有没有前科。检察官一听当即两眼放光，只要他有前科就好办了。不料这一查永强还真有，2年前他就曾因醉酒和不当行为被捕过，可当时因为未成年法官放过了他，不过现在可就要坐牢了。接着警察又威胁要通知他报考的大学，这下永强彻底崩溃了。然后检察官顺势诱惑，只要说出真相就不会通知大学了。谁知听了这些，永强突然难受了起来，竟冲出去吐了，看来是喝得太多了。而同时女孩的母亲丽丽也否认犯了强奸罪，还感觉和永强在一起很合理。I wasted 10 good years on Wally before I found out he was stooping his secretary. When he ran out on us, I was angry at first. But then I realized if he could have a younger woman, I could have a younger man. 本森当然驳斥这不是理由，不料丽丽竟嘲笑起了本森是在嫉妒，哪知本森并未被激怒，反而质问是不你灌醉永强才能让他就范。丽丽当然不承认了，也否认给永强提供酒喝，还狡辩卧室里空酒瓶是我喝的，永强来的时候就喝醉了。反正他就是坚决不承认给未成年人酒喝。于是本森只好拿出了杀手锏，他随后就找到了女孩贝卡，希望她指认丽丽提供了酒精。哪知贝卡竟埋怨是警察搞砸了这一切。本森连忙做了解释 They've been sleeping together for months. You would have found out sooner or later. Leave me alone. Honey, what your mother did was wrong. She hurt you. You don't understand her. She slept with the boy you liked. She didn't mean for it to happen. Jordan, he took advantage of her, and she's just trying to help me make friends. 本森疑惑你为啥老帮着你妈？结果贝卡哭喊着她是我妈，而你却想要她去坐牢，你是在毁掉我们的生活。见贝卡这么不识大体，本森也很无奈。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永强可能是在醉酒的状态下和丽丽睡了，死亡女孩聚会上的酒肯定也是他买的，所以丽丽涉嫌2级强奸罪和谋杀罪。而为了拿到指证丽丽的有力证据，警方决定对偷喝酒的学生上点压力，逼他们吐露事情，于是把他们全都告上了法庭。法官当即判处未成年饮酒罪成立，要把他们全都送进少年监狱。不过好在考虑到各自的学业，最后网开一面，决定给他们观察期，但在此期间不准参加任何体育活动、课外活动和毕业舞会，当然肯定是不能接触酒精了。而为了保险，还会每天给他们做尿检。这下孩子们可全都淹了。可不料下一件案子竟是指控丽丽的，检察官要求交20万才能保释。不过在律师的辩解下，丽丽却被当庭释放，等待候审。不过法官也禁止她接近任何未成年人。可丽丽真的会遵守吗？她可舍不得永强。然而就在大家商量怎样让永强开口指证丽丽之际，突然发现贝卡正在和他对峙，可永强声称是丽丽先勾引的我，结果换来的却是大光。见状，警察急忙拦住了贝卡，而正在气头上的永强就把怒火全发在了警方身上。不过检察官当即提出了交易，只要你说实话就给你减刑。永强顿时充满了无力感，可也坚决不当告密者。但警方也不着急，看你还能坚持多久。不料当晚已经睡熟的泰勒就接到了紧急电话，竟然出人命了。原来是永强醉驾出了车祸，还把同学给捎带上了。倒霉的是同学并没有喝酒，他只是让永强捎回家而已。随后法医解剖永强的肝脏，发现他已经沉迷酒精3-4年了，而他曾言是丽丽给买的酒。可现在人突然没了，也就不能指证丽丽了，剩下的唯一证人只有贝卡了。于是俩人马上又来找贝卡，试图说服他作证。可谁知贝卡竟怪罪警察不放过永强，才导致他借酒消愁的。虽然警察表示我们是想帮他，但贝卡根本不听，还埋怨警察在帮倒忙，就是因为你们对永强说他会坐牢，所以他才郁闷喝醉了。可警察立马反问他的酒哪来的，这下贝卡没话说了，当即灰溜溜逃走了。而随后俩人也来参加了永强的葬礼。在同学们表达了对他们的怀念之情后，泰勒终于忍不住了，也主动上前发了言。 Jordan Owens was drunk when he killed himself and Reagan Michaels. He was an alcoholic, and we all knew it and didn't do anything about it. 言尽于此，他再也没多说就离开了。却不料这番话竟起到了意想不到的作用。一名同学突然追了出来，声称自己现在幡然醒悟了，决定拯救酗酒的同学，然后就说出了一个大秘密：其实贝卡才是酗酒最厉害的。
他经常把茅台兑进尖叫里当饮料喝，这可是俩人万万没想到的。于是紧接着他们就冲进了贝卡家，正好他在喝伪装的尖叫，警察不由分说就强制进行了酒精检测。这下贝卡不得不吹了，结果当然是喝了。然后接下来就由儿童管理局的人出手，强行将贝卡带走了，而莉莉也因侵害和威胁未成年人安全被捕了。可谁知下一秒律师就找法官抗议，声称警察是非法闯入莉莉家，根本没有逮捕令，所以获取的证据是非法的。检察官则当即进行了反驳，表示警察是陪着儿童管理局的人去的，证据就在桌子上，一切行为都是合理合法的。可律师仍狡辩贝卡并没有达到醉酒的标准，但检察官不管，反正就是莉莉给未成年人酒喝，属于违法。而律师又反驳是贝卡自己拿的酒，与莉莉无关，这是个关键点。法官也想知道检方有没有证据，只要贝卡承认是莉莉给的酒，就准许立案。于是警察又来给贝卡做工作，贝卡也坦白，我从12岁就开始喝酒了。在被妈妈发现后，本以为她会生气，可她并不介意，只要我不瞒着她就行了。从此妈妈就找各种理由一起喝酒。随后警察提出了关键问题，女孩醉死的那个聚会是不是你妈提供的酒？事已至此，贝卡也承认了，并且永强撞死的那晚他也是在我家喝的酒。然后贝卡就在法庭上指证了母亲。不料莉莉的律师也不是吃素的，当即拿出了一张证件，竟然是贝卡伪造的假驾照，而他就是用它作为证明买酒的。接着律师又拿出来一张发票，竟是贝卡网购白酒的证据。以上全证明贝卡是自己买酒喝的，所以母亲让贝卡喝酒都是谎言。而这还不算完，接着律师又翻出旧账，说出贝卡10岁时曾因偷钱被抓过，可他却冤枉是另一人做的，并且去年在树林里抽烟引起了火灾，而他又谎称不知情。种种这些全都证明贝卡是个撒谎精。贝卡想反驳，可又说不过律师，差点被怼得抑郁了。法官这才紧急制止律师。随后检察官也拿出了杀手锏，法医证实贝卡的身体出现了饮酒造成的长期损害，说明他是在酗酒。肝脏扫描图中的蓝色部分是肝硬化区域，代表贝卡的肝脏等于40岁人的肝脏，他的寿命可能缩短。而大脑图中的橙色部分是萎缩的区域，显示贝卡有记忆力下降及认知功能衰退。然后检察官向陪审团陈述这都是莉莉造成的，可谁知话还没说完，莉莉就迫不及待跳了起来。她终于良心发现，承认了是自己给女儿买的酒。但检察官又乘势追问永强死的那晚呢？对此莉莉也坦白了，永强和醉死女孩的聚会都是我提供的酒。至此莉莉终于后悔给未成年人酒了。最终贝卡进了戒瘾所，莉莉蹲5年牢。所以说未成年人一定要远离酒精。